轻点。你好，师傅，请出示驾驶证、行驶证。干嘛呢？叫你出示驾驶证、行驶证。驾驶证。如此美好又残酷的青春故事，真令人唏嘘。这小说用第三人称视角叙述，但总感觉作者在写自己的故事，每一个字都真实不虚，写得真好。只是这结局为什么要这样？月圆之夜，世界末日，时钟倒转，白羽飞鸟。哎呦，大作家，来，快请坐。终于把你盼到了。你看，我最近都不敢催你，对不对？怕打扰你。怎么样？写的如何了？写完没有？没灵感。你说的那些网文热梗，写不来。哎，我真是想一天派个人，24小时在你家盯梢啊！既然社里缺书，为什么不收下这本？嗨，这个呀，这本书我读过了，视角独到，把高中高三女孩的心理剖析分析得很准确。这是一本很特殊的小说，他自己的个人故事，自传，当然深刻了。但问题是，现在的读者根本不爱看这种阴冷的小说，大数据，你懂的呀。这都是他自己亲身经历的。对啊，父母离婚，朋友背叛，同学 PUA， 他后来的人生，都在为他的学生时代做疗愈。你说他为什么不在这个文章里面加一点虐、渣、复仇这样的爽点呢？他可以来一部女性复仇爽文，可是他偏偏不。哎，他的结尾偏偏是从楼上就呀。你说这多晦气啊！现在读者观众本来压力就大，谁能喜欢？或许写作是救赎他生活的一种方式，如果被这样的理由给拒绝了，我认为很可惜。毕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都会有我们每个人的世界末日。你这么一说，我想起来了。他总说他精神不正常，按理说他会不会一个人在家想不开，就他走出这栋楼就被车撞了。啊？这本小说虽然好，就是结局太灰暗了，太像陈宇。你带的这些水果，他恐怕……我听说送桃能让病人的病情好得快些，虽然是个迷信，但寓意是好的。你是他的直系亲属吗？不算是吧。医生，你能跟我说说他的具体情况吗？
他遭受了很严重的撞击，可能没办法再醒过来了。除非他本人有很强烈的求生欲。他平时生活中有没有什么既往病史？你了解吗？他从小生活会比较坎坷，最近也一直在服用抗抑郁的药。他已经昏迷了这么久，如果他本人的求生意识很弱，再加上也没什么亲人来看他，能给他点外界的力量，生死一线之间，他如果能再醒过来，真就是个奇迹了。那如果我给他改写一个好的结局呢？什么意思啊？啊，刚才您不是说需要一些外界的因素刺激他吗？他才会醒来。理论上是这样的，我们医院的神经外科和德国的研究室也一直都在研究，但是我们分析过很多病人的案例。我知道应该怎么做了。哎，大同学，新手怎么样？刚有灵感你就打过来催。你不知道我们最忌讳的就是这个吗？行了，等我修好了，我拿给你看啊。就这样，过了，拜拜。就算你走到天涯海角，我也会把你薅出来。安真真孤零零地走在路上，逆流而行，表情麻木，如灵魂被抽走。周围都是充满幸福且满满烟火气的温馨场景。有一家三口幸福地在吃街边小摊，一对男女幸福地相拥。他走到城市唯一的钟楼下，驻足观望着时间。他想到了朝夕相处的挚友早已形同陌路，又想起日月相伴的家庭，只剩欺骗与谎言，心如刀割。他抬起手，对着高高在上的钟楼，试图隔空扭动表针，让时空倒转，让一切回到从前。你能听见我说话吗？你能听见我说话吗？一定还有办法，主人公需要一个人来帮他。学院树上，无数红虫飘荡，风铃响动。江林转过身，走向三人。安真真觉得这一切很反常。第二天，安真真看着走进来上课的江林，觉得一切都开始有点不真实了。怎么可能有人在这个时候转学？又恰巧是昨天那个男生。喂。主人公身边的人开始一个个离开他，背叛他。有什么办法可以改变这一切？而这些人物如果活在现实，他们又会是什么样子？
秦朔，老将，江林和安真真成为了朋友，他们经常倾心交谈。渐渐，江林理解了这一切。一个真正的悲剧，也许是没有反派的，但他有没有告诉过你，在未来，我死了。偏偏是从楼上，就来。你说这多晦气！他总说他精神不正常，那你说他会不会一个人在家想不开，就……江林和大家一起围在安真真旁边，劝说着她，希望她能回心转意。安真真回想着众人之前对她的误解，不敢再有信任。千钧一发之际，顾明突然拿着钱冲到了天台，丢的钱被找到了。安真真一愣，江林发现救人的机会，迅速冲了过去。你能听得到吗？你知道吗？昏迷不醒的人是很有可能接收到外界的信息的，这是我们神经外科研究出来的共识。但是这样的案例少之又少，大部分的病人都是接受不到的。刘医生，你也要放弃了吗？你放心吧，我不会放弃我任何一个病人，我也不会阻止你。这世界上，旁人唯一能给的帮助就是陪伴与保护，最终能救自己的只有自己的内心，而拯救内心的唯一方法就是感受希望。我会想尽一切办法去拯救你，一言为定。安真真还在不停地拍打反锁的大门，扯着嗓子对门外大喊：“有人吗？没人的话，来只鬼也行。尤立峰尤大爷。”来人啊！这还有人呢！嘿，你们要干嘛呢？啊，你们呢？旅途通往未来，就让遗憾留在昨天。那些留不住的画面，让人失去的瞬间。那年夏天登上山顶，奋力追逐一颗流星。我禁不住擅自期待，奇迹慢慢向我走来，在一去不返的时光里，一颗永不放弃的心。每次相遇，用尽力气，我终于闯进你生命。
一道一道流下泪滴，一次一次更改命运。我们相遇就是奇迹，让我奋不顾身的去保护你。小李同学，那些存错时的风景，一滴一滴梦的晶莹，我禁不住擅自期待，奇迹慢慢向安真真走一步一步地向着顾明去靠近，想要劝说他。顾明这个时候已经退到了天台的边缘，他没有退路，他坐在天台上，愤怒地发泄自己的情绪。安真真这个时候还想劝说他，顾明打断了他，对他说道：“我累了，再见。”一脸轻松地跳下了天台。安真真看到他掉了下去，立马冲上前，用力地抓住了顾明的身子，把他往里拽。可是因为惯性的缘故，安真真掉了下去。江林看到安真真掉下去，飞速地冲到了他的位置，冲他伸出了手。保护你。你能听见我说话吗？真是妙手回春呐，大作家！看看，新书首刊第1本，我打包票，绝对是爆款预定。能听见我说话吗？怎么了？你出了很严重的车祸，已经昏迷了3个多月了。
真是个奇迹啊！我们的专家给你进行了联合会诊，恭喜你，可以出院了。这本书是我写的吗？可是我记得我没有写过这本书。啊，这是一个来看你的朋友给你带的，具体的情况我们也不是很了解。你先好好休息吧，啊。尤利西斯，小雅，现在出版社不太景气，我们也是靠着网络作家发文活到现在的。你这本小说呢，不是网文连载，而且内容过于灰暗，没有商业价值，所以我们不可能冒这个风险。现在是什么时代？大数据时代。你这个题材没有数据，所以你连我们的内部会议都过不了。不过你这个文笔倒还不错，你也考虑考虑写写网文，多好啊！所谓的大数据，它只是一个行业的基础模板，只能分析过去，它推敲不了未来。读者的喜好是多元化的，是丰富的，而且文学它就是文学，网络它只是一个载体，网文连载就是个伪命题。我相信，只要是真心实意写出来的好作品，一定会被读者看见。它只需要一个机会，一个契机，被大家看见。年轻人，你还是太年轻了，多接触这个社会，少在家闭门造车。你去看看现在变成什么样子了。我私下告诉你，我大学的时候，我也是个文艺青年，我在这里工作了20年，就是对文学的执着。但是今天，你的问题是首先得活下来，你得吃饭，是不是？我们再研讨研讨。再研讨研讨的意思就是没戏了。小李啊，主编，其实我可以再改。好，你有什么让他上来吧。不合适2楼上来吧。江林和安真真并肩走在回学校的路上，认真地看着安真真说：“我想要帮你。”安真真因为这句话好像有些生气。她说：“你能帮我什么？你帮不了我的。现在没有人相信
江林看着安真真，认真的对她说：“就算他们不相信你，但是我信你。”看来这个世界的安真真运气很好的。可江林是谁呢？江林，学校和我梦里的样子没有差别，但那些人与事也像我的小说一样，真实存在过吗？我怎么做了这么多梦？可既然是梦，为什么跟现实都这么的像？当我想哭的时候，你说过，抬起头。当狂风吹乱节奏，我知道还有人陪我走。就看日出，就看星光，让人再一次想象未来的模样。这一段时光旅行多么不可思议，不知不觉之间我开始相信，晴空之下的这场相遇，这次约定命中注定，带着我从世界末日中逃离，再一次侧耳倾听那心跳的声音，所有的美好让我一直相信，晴空之下的这场相遇，这次约定命中注定，让我再抬起头去看看天空那颗流星。你好，我可以知道你的名字吗？我是江林。当我想哭的时候，你说过，抬起头。当狂风吹乱节奏，我知道还有人陪我走。就看日出，就看星光，让人再一次想
想象未来的模样，这一段时光旅行多么不可思议，不知不觉之间我开始相信，晴空之下的这场相遇，这次约定命中注定，带着我从世界末日中逃离，再一次侧耳倾听那心跳的声音，所有的美好让我一直相信，晴空之下的这场相遇，这次约定命中注定，让我再抬起头去看看天空那颗流星。